黑海爆炸连连，莫斯科空军遭夜袭。11国欧洲军团出动，而2027年入侵这里吗？血战多布罗皮利亚，乌克兰脸睡俄装甲纵队。莫斯科街头中将连环消失，俄军高层危机骤增。盟23亿再输血能源，重装备齐上。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就在俄罗斯以为冬季只是冷空气的挑战时，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港口却连续2天热闹非凡。12月21日与22日，位于杰姆留克区沃尔纳村的港口设施连续遭遇无人机袭击，先是输油管道被击中引发火灾，随后港口码头和停泊船只也遭殃。俄方通报称没有人员伤亡，船员和岸上工作人员已安全撤离。但你以为只是烟雾弹吗？不，现场火势蔓延，过火面积一度从100平方米扩大到1500平方米，足以让任何能源专家心脏一紧。这2起袭击的精准度让人不得不佩服袭击方的侦察功力，不仅熟知港口布局、船舶停靠位置，还能计算出无人机的飞行航线与打击角度。虽然俄方尚未透露无人机型号，但外界普遍将矛头指向乌克兰。近期乌克兰多次对俄本土能源和军事设施发起远程打击，目的显然是削弱俄方战争潜力，同时为谈判桌上增加筹码。连续袭击暴露了俄防空系统在应对低空慢速小型目标时的漏洞，港口设施受损，输油管道起火，即便无人伤亡，也势必影响能源运输和黑海航运活动。随着乌克兰逐渐将攻击重心转向海上关键节点，这种后方攻防战显然正在成为新的焦点。不仅是港口，乌克兰的夜间访问最近也瞄准了俄空军。12月21日夜，利佩茨克空军基地离莫斯科仅500公里的重要军用机场被乌克兰情报总局特种部队点名访问。据报道，他们悄无声息潜入机库，点燃2架战斗机，编号82的苏30与编号12的苏27，整个行动犹如电影大片，点火、撤退、火球爆炸画面拍摄一气呵成，甚至连警卫犬都没发现踪迹。前后筹备近2周，详细研究巡逻路线和警卫换岗时间，精准程度令人折舌。初步估算，这次夜间行动给俄军带来损失可能超过1亿美元。克里米亚也遭遇类似打击，米格31与苏27连续被请出机库。显然俄空天军近期压力山大。分析人士指出，这背后反映出几个重要趋势。首先，乌克兰正利用无人机和特种部队展开不对称打击，以低成本高效方式持续消耗俄方资源。其次，俄方后方安全面临严峻挑战，传统防空手段在面对小型低空夜间目标时漏洞显露。第三，乌克兰正将攻击重心从陆地前线逐步转向能源、港口和空军枢纽，形成多维度战略骚扰，试图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的同时削弱俄军战斗能力。从更宏观层面看，黑海港口和空军基地接连遭袭，意味着俄罗斯的能源和军力后方保障体系正在承受巨大压力。港口火灾与空军损失不仅影响物资运输，也对俄军整体作战能力造成长远冲击。此外，乌克兰通过海上、空中和陆地的多点施压，正在逼迫俄方分散防御资源，形成消耗战优势。值得注意的是，瑞典海岸警卫队近期扣押了一艘涉嫌为俄军运输军用物资的俄罗斯货船，进一步加剧了俄方海上运输压力。结合乌克兰对港口和空军的精准打击，可以预见俄方在能源供应与军力部署上将不得不重新调整策略。对于乌克兰而言，这种打后方的方式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是一种战略姿态。
展示自身韧性，同时将战争成本转嫁给对手。最近乌克兰危机的国际舞台仿佛一场高难度真人版棋局，而每一颗棋子都可能影响未来几年欧洲的安全版图。欧洲11国与欧盟近日发出联合声明，在强而有力的安全保障前提下，支持乌克兰在领土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外界解读，这是美欧乌三方试图为停火找到折中方案，也可以说是给乌克兰开了一条软着陆的退路。毕竟有时候退一步不仅能保命，还能保谈判筹码。所谓的安全保障，就是由多个欧洲国家组成的快速反应部队，外界戏称为欧洲军团。这套方案巧妙平衡了各方利益。欧洲方面不再硬撑乌克兰必须收回所有失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不以加入北约为前提，而是寻求类似北约第5条的集体安全承诺。美国则默许欧洲防务进一步整合，象征着欧洲防务自主迈出了关键一步。不过，这套方案目前还只是欧美乌内部的小范围试验版，能否真正推动停火，还得看普京脸色。毕竟俄方在安全层面的核心诉求，包括乌克兰在东欧的战略定位以及顿巴斯归属问题，仍悬而未决。而在战场上，局势依旧紧张。俄军近期加大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和军事目标的打击，被外界解读为冬季攻势的一部分。简单来说，俄方一边在战场上秀肌肉，提醒乌方冬天来了别掉链子，一边也为谈判桌前的筹码加分。外交层面，普京刚从印度新德里回国，顺手和俄印签署能源、金融与防务合作协议，为俄罗斯账面上添了几分弹药。相比之下，欧洲施压空间有限。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和印度的态度同样至关重要。若普京点头同意欧洲派遣安全保障部队，停火谈判可能进入倒数；若他摇头，相关难题又会回到美方手里。乌克兰危机短期内仍难降温，而这还只是西线的一半故事。普京的野心可不止乌克兰一地。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 GUR 局长布达佩夫近日示警，俄方已提前原定2030年的计划，预计在2027年对波罗的海3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发起入侵并进行占领。布达诺夫强调，这不是单纯威胁，而是实打实的占领计划。他分析莫斯科的战略逻辑，向北碰北极和美国，向东碰太平洋和美国，向南碰中国，唯一成本最低的扩张方向就是向西。他甚至引用俄方观点称，西方国家软弱、优柔寡断、病态且贪婪，是俄国扩张的首选目标。至于波兰，布达诺夫表示，俄军将其视为轰炸靶，主要通过导弹或空袭打击军事实力，而非地面占领。近期局势也印证了这一点。爱沙尼亚9月曾遭3架俄军米格31侵犯领空12分钟。美国智库亦评估，俄国正加速对北约进行信息战与心理战布局，为未来可能的正面冲突铺路。北约也没闲着，秘书长吕特警告称，如果中国对台湾发起军事行动，作为次要合作伙伴的俄国可能在欧洲添乱，转移西方注意力。为应对多面威胁，北约正构建3层威慑。第一层，强大的乌克兰武装力量；第二层，由英法德等志愿联军提供支援；第三层，则与美国联动提供战略支援。吕特直言，下次攻击对普京而言将可能是致命一击。与此同时，普京也在加里宁格勒对波兰和立陶宛发出强硬警告，任何威胁都将被消除，冲突可能升级至全面武装对抗。北约则通过挪威空军 F-35闪电2战机完成圣诞星编队飞行，并进行大象漫步地面校阅，向普京展示随时开局的战备状态。可以说，北约的肌肉在秀，而普京必须小心别踩痛了。此外，停火谈判后，
北约不排除派遣欧洲维和部队保障乌克兰安全，多国已表态出兵，涵盖陆海空各域，以保乌克兰不再轻易成为俄方下一个目标。乌克兰无人机部队总指挥罗伯特·布罗夫迪呼号马加尔之鸟对外通报称，在多布罗皮利亚方向的防御作战中，乌军成功击退了俄军一次大规模机械化进攻，取得显著战果。据布罗夫迪介绍，俄军在该方向投入了坦克、步兵战车、装甲运兵车以及多种轻型车辆，甚至动用运输马匹，试图突破乌军防线。然而，在第一亚速军及邻近部队的协同支援下，乌军凭借无人机、火炮、多管火箭炮和轻武器的联合打击，在大约100分钟的激烈战斗中，摧毁俄军24辆装甲车辆以及数十辆摩托车和4轮摩托车，使俄军进攻行动被迫终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无人机部队的作用，他们不仅承担侦察和校射任务，还对装甲目标和轻型车辆实施精确打击，显著延缓并瓦解了俄军攻势。这次战斗再次证明，无人机在现代战场防御中具备不可替代的价值。战斗后期，俄军尝试用4轮摩托车进行快速突击，但11辆摩托车中有10辆被当场摧毁，仅1辆撤退成功。乌军还在敌军推进轴线上布设地雷障碍，形成多层次打击，有效阻止了俄军突破。第一亚速军随后对参战各部队表示感谢，特别点名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特种作战分遣队、激光群和无人系统部队，肯定他们在防御作战中的关键作用。目前，俄方尚未对战报作出回应，但从乌军发布的视频和图片来看，多布罗皮利亚方向的战斗仍在继续，双方围绕关键交通线和制高点的争夺依然激烈。另外，在乌克兰寒冷的夜色中，一场看似小巧的空防革命正在悄然展开。面对俄军夜复一夜的自杀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军方不再单纯依赖昂贵的防空飞弹，而是大规模部署一种造价仅约1000美元的小型拦截无人机，在本地被戏称为空中热水瓶的新型武器，正成为乌军对抗俄军高价无人机的秘密利器，试图从经济上拖垮对手。据美联社报道，代号洛伊的指挥官率领精英无人机猎杀小组，在夜幕下架设天线与感测器，手中的是针 Sting 外形酷似飞行保温瓶，专门追击并撞毁俄军无人机。洛伊坦言，每一次击落都意味着家园与发电厂幸免于难。这场战斗的核心是一门经济学的不对称学问，另一款拦截机子弹 Bullet 能高速冲刺撞击敌机。研发商 General Cherry 战略委员会成员拉夫列诺维奇指出，这些小玩意儿造价低廉，却能摧毁价值数万美元到数十万美元的俄军无人机。我们正在让对手为每一次进攻付出昂贵代价。不过，华府智库欧洲政策分析中心 SEPA 国防分析师博萨里评价，这类廉价拦截机已经成为现代反无人机系统的基石，彻底重新定义了防空的成本与规模。但他也警告，这并非万能武器，成功仍取决于感测器精度与操作员经验，必须与飞弹、防空炮等系统分层配合。当然，俄军并非束手就擒，他们不断改良源自伊朗的见证者 Shahed 自杀无人机，为其配备喷射引擎、干扰器与摄像机，让无人机飞得更快、更高。在莫斯科街头，一场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背后，却隐藏着血腥的暗杀谜团。俄罗斯武装部队作战训练局局长萨尔瓦罗夫中将在一次汽车爆炸中身负重伤，最终抢救无效身亡。这一事件不仅震惊俄军高层，也让莫斯科的街头安全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毕竟，如果连中将在首都都保不住安全，那普通市民还能放心出门吗？据悉，这一事件远超普通交通事故的范畴，袭击者精准掌握中将行程，并选择在刹车瞬间引爆，显示其情报能力和技术水准非同寻常。这更像是情报战与暗杀行动的结合，为俄军内部安全敲响了警钟。
萨尔瓦罗夫作为作战训练局局长，掌握着俄军训练体系与作战准备的核心。他的丧命意味着军队指挥链条出现重大漏洞，也凸显了莫斯科后方安全的脆弱性。然而，这只是俄军高层问题的冰山一角。在过去1年里，俄军有3名中将神秘暴毙：伊戈尔·基里洛夫、亚罗斯拉夫·莫斯卡利克与法尼尔·萨尔瓦罗夫。先说基里洛夫，身居辐射、化学和生物防护部队司令的他，本应坐镇后方，然而他却在莫斯科近郊突然离世，官方解释是病逝，外界戏称这是战斗民族是猝死。问题是，高级将领的健康状况通常受到严密监控，毫无征兆就突然丧命，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权力斗争或内部清洗。再看莫斯卡利克，他是俄军中央军区副司令，本应远离前线指挥，但却倒在乌克兰战场。俄方丧命原因描述模糊，仅趁执行战斗任务时牺牲，未提供细节。在现代战争中，中将级别的指挥官被击毙，通常意味着指挥体系暴露，通信被破译或前线防御严重失效。这不是意外，而是指挥链条的血淋淋漏洞。最后就是开头我们说到的萨尔瓦罗夫。短短1年内，3名中将先后离世，几乎像多米诺骨牌般倒下。外界看着俄军高喊强大不可战胜，却频频出现高层暴毙，这种反差让人难以不质疑军队内部稳定性。日前，欧盟又一次向乌克兰输血。最新消息显示，欧盟已向乌克兰拨付新一笔23亿欧元援助资金，这是自2024年3月相关援助机制启动以来的第6次拨款，也让累计援助金额升至268亿欧元，已经逼近该基金第一支柱总规模的70%。这一数字本身就足以说明欧盟对乌克兰的支持已经进入长期消耗阶段。按照欧盟的说法，这笔23亿欧元将主要用于支撑乌克兰的国家财政运转，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不断档。在战争持续、税收锐减的现实下，乌克兰政府对外部资金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公务员工资、医疗系统、教育体系、社会福利几乎都要靠外部输血维持。某种程度上，这笔钱更像是一条财政生命线，帮助乌克兰避免出现系统性财政崩溃。但欧盟并不是单纯的给钱，这套援助机制的核心逻辑是资金与改革挂钩。此次第6笔拨款被欧盟视为对乌克兰在若干关键改革领域取得进展的阶段性认可。这些改革包括司法体系调整、权力下放、农业政策改革以及绿色转型等，几乎都直接对标欧盟制度标准。立陶宛最近也给出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援助方案，直接把一整座火力发电厂的设备搬到乌克兰。乌克兰能源部透露，这是一项耗时11个月、跨越多国协调的大型行动，通过欧盟民防机制完成，完全不是简单的设备捐赠，而是一场真正的拆厂运输重建式行动。整个运输过程共149批，总重量高达2399吨，相当于把一座中型火电厂原封不动地从立陶宛搬到了乌克兰。尤其是那台重达172吨的超大型变压器和定子，更像是重量级明星，对运输路线、桥梁承载力和吊装条件提出了极高要求，足以看出行动的技术难度和组织复杂性。这些设备抵达乌克兰后，被迅速投入紧急抢修，多地电厂、变电站和输电线路因俄军导弹与无人机袭击而严重受损，导致频繁停电、供暖中断、工业生产受限。在立陶宛火电机组的帮助下，部分城市的供电得以恢复，冬季民生压力明显缓解，可谓是能源战场上的救火队。另外，随着澳大利亚军援乌克兰的承诺落地，一批曾经服役于奥陆军的 M1A1I 布兰主战车终于在新一代 M1A2 型战车接班后，全数移交基辅当局。这批49辆退役战车，自去年10月首次曝光军援计划以来，历时1年多才完成运交，总价值不到3亿澳元，但其战略意义却远超价格本身。
为乌克兰前线提供了坚实火力支撑，也让乌军在冬季战场上增添了一份难得的安全感。澳大利亚国防部于12月19日宣布，作为酷度行动的一部分，49辆 M1A1 战车已完成最后一批运输和交付工作。从今年7月起，这些战车便开始分批跨州运输，每一趟运送加上上岸交付，至少耗时55天，彰显出军援行动的复杂与艰巨。就在俄乌和谈陷入僵局之际，法国总统马克龙高调亮相，表示愿意直接与普京对话，并提出由欧洲主导的新谈判框架，让乌克兰全程参与。这一表态无疑释放了一个信号，欧洲已经对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的单边动作感到失望，尤其是特朗普频繁绕开基辅与欧洲，试图与莫斯科单独达成协议。不仅如此，马克龙还宣布，法国将建造欧洲最大、最现代化的核动力航空母舰。现役戴高乐号航母自2001年服役，核动力且几乎是美国之外唯一的核航母。新航母建成后，戴高乐号将退役。这背后不仅是军事实力的更新换代，更透露出法国意图在欧洲防务中实现独立自主，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保持欧洲大陆的话语权和战略主动性。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